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据说超过95%种菜的人都遇到过这种烦恼，兴致勃勃在阳台顶楼家门口种下一把葱，满心期待它绿油油，葱白长，葱叶多，又香又辣。结果呢，它却越长越细，越长越少，颜色蜡黄，让人失望的直摇头。今天我们就来彻底解决这个心头大患。首先，请你相信，葱长得不好，绝不是你不会种，而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两件关键小事。只要意识到了，保证你的葱也能白粗长，叶蜡多，越割越旺。不管你是阳台盆栽、顶楼大盆，还是家有菜园，今天这短短几分钟都能给你讲清楚、说明白。我们先来找病根，下面这4个原因，你听听看自己中了几个。1. 葱种不好的原因。1. 日头吃不够，光照不足。万物生长靠太阳，葱更是典型的阳光宝宝。阳光是它的米饭，光合作用是它的吃饭过程。如果放在日照不足的地方，它每天饿着肚子，只能拼命拉长身体去找光，结果就是只顾着长高，没营养长粗，变成又细又黄的豆芽菜，香味更是无从谈起。2. 收割方法不对，伤及根本。这一点90%的新手会犯错，而且非常致命。错误收割会直接伤到葱的心脏。很多朋友习惯连根拔或齐根剪断，但葱的生长点就在白绿交界处往下一点，你把它剪掉或拔掉，就等于破坏了它的发动机，它再也无法强壮再生，就算勉强长出来，也是弱不禁风的独苗。3. 营养没跟上，肥料不足。这一点特别容易发生在每次收割之后，你每剪一次叶子，对葱就是一次大手术。这时它身体最虚，急需补充营养来疗伤和重新开工。如果你不及时施肥，就等于让它饿着肚子加班，它哪有力气长出粗壮的新叶呢？4. 住得太拥挤，种植过密。这种情况常见于播种太密或一开始太贪心，太多葱苗挤在一个小空间里，根系在土里抢水抢肥，叶片在空中抢阳光，结果谁都吃不饱，最后集体摆烂，一起变得又细又长。好了，4大病根我们诊断清楚了，接下来就是对症下药的时间。大家准备好，我们要开始开药方了。2. 治葱长不好的药方。1. 保证充足日照，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请你立刻去检查一下你的葱盆现在放在什么地方。如果它每天晒不到超过半天的太阳，那么请你立刻马上给它搬个家。给阳台族朋友的建议，请把你的葱盆放在整个阳台日照时间最长、最没有遮挡的位置，通常是最外侧的栏杆边上，让它能充分的沐浴在阳光下。给顶楼族朋友的建议，顶楼的光照条件是最好的。你要注意的是，在夏天特别炎热的午后，如果发现葱叶有点被晒焦的迹象，可以稍微用一层薄薄的遮阳网挡一下最毒辣的西晒，但绝大多数时间让它尽情享受日光浴就好。给有菜园的朋友的建议，把你的葱种在菜园里光照最好的畦上，注意旁边不要有太高大的作物挡住它的光照。记住，阳光是它一切力量的源泉，这一步做对了，你就成功了50%。2. 正确收割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口诀：剪青不剪白，留装好再来。具体操作是不要贴着土面剪，更不要去拔。你要在距离土面大约3公分，也就是大概2节手指头高的地方下剪。这个位置正好是在绿色叶子的部分，不会伤到下面白色的葱白和藏在土里的生长点。你剪完之后会留下大概3公分高的葱桩，这个葱桩就是它的本钱和发动机，它会利用这个桩子从中心再次发出粗壮的新芽。你每次都能留下这个桩子，它就能为你一次又一次的再生，真正实现割不完的理想。而如果你齐根剪断，就等于是杀鸡取卵，没有下次了。总结一下让你的葱越长越粗的4大秘诀：日头要足，肥料要补，空间要够，下剪要留步。这20个字的法宝请大家牢记。3. 科学施肥，记住了，施肥的关键时机就是在每次收割之后的第2或者第3天，这个时候它伤口已经稍微愈合，正是最需要营养的时候。
肥料的选择，我推荐咖啡渣、鸡蛋壳或者草木灰这类自制的肥料。施肥的方法很简单，把肥料均匀地撒在土面上，但注意不要直接堆在葱的脖子上，然后浇上足够的水，把肥料溶解，带到土壤深处去，让葱的根能吸收到。这样一套流程下来，你的葱就像是做完手术喝了一碗热腾腾的鸡汤，浑身都来劲了，很快就会有力气长出粗壮的新叶子来报答你。4. 及时疏苗与分株，这点针对用种子播种太密的情况。方法有2种，一种是间苗，一种是分株。间苗就是把其中长得比较瘦小、比较弱的苗直接拔掉，保留那些健壮的，让每一棵保留下的苗彼此之间的距离至少要有你3根手指并拢那么宽。被拔掉的小苗也别浪费，可以拿来当葱花用。分株适用于已经长成一丛的葱，把整丛葱从土里连根挖出来，你会看到它们的根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。用手小心地把它们分成2、3小簇，动作要轻，尽量少伤根。然后把每一小簇分别种到新的、更大的盆子里，或者重新安排到有足够空间的菜园位置上。最后有一个让葱白更长、更粗壮的妙招，叫做培土。就是在葱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，把它根部周围的土往它的基部上堆高一点，把一部分原本是绿色的葱白埋到土里去，它就会慢慢长得更白、更嫩。这个技巧特别适合在菜园或者深度足够的大盆子里操作。另外，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喜欢用葱根来水培种葱，这里我也简单说一下，水耕的葱为什么也容易细。3. 水培种葱。很多朋友图方便，喜欢用杯子、瓶子水培葱根，希望能随时掐点新鲜的。但你会发现，水培的葱总是比不上土里种出来的粗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清水里的营养远远比不上肥沃的土壤。水培的葱就像是只靠喝白开水过日子，虽然能活，但想长得身强体壮就非常困难了。不过，只要掌握下面这几个关键技巧，你的水培葱也能绿得久，长得好。第一个关键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水位。水培葱水位一定不能高。很多朋友心疼葱，把整根葱白甚至一部分葱叶都泡在水里，这可是大错特错，等于是在溺爱它。正确做法是，只需要让水轻轻淹没它的根须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让它的脚在泡澡，而不是让它的整个身体都在游泳，因为葱的根系和葱白也需要呼吸。如果水位太高，把它们都闷在水里，无法透气，根部就会缺氧。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仅长得细，还会烂根、发臭，整颗都救不回来。第二个关键是瓶口，容器的瓶口千万不要收紧，不要用那种细颈的小口瓶子把葱紧紧卡住。最好选择宽口的杯子、碗或者罐头瓶。宽大的瓶口能保证空气流通，让葱的根部能顺畅呼吸。一个通风透气的环境是防止烂根，让它健康生长的保证。简单总结一下水培葱的要点：水位莫过高，瓶口要通风。下一期你想听我们讲什么呢？是9层塔，是虎尾兰，还是小香菜呢？尽情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祝大家天天开心，丰收满满。